大家好，我是许悠贤，我是一名德州扑克爱好者，打牌多年积攒了很多心得，在这个频道里想跟大家分享扑克界各种有趣的故事和战术。这是我第一个视频，我想从一个扑克界里举足轻重的人物讲起，那就是 Tom Dwan， 也就是大家常说的毒王。自从毒王出现在电视荧幕上之后，就一直备受关注，我个人也很欣赏他。那我就从毒王的故事开始说起。我想聊一聊当年这位后起之秀为什么人气那么高，甚至盖过了公认的头号玩家 Phil Ivey。 他究竟优秀在什么地方？有人说他就是运气好，这个说法准确吗？他的实力在当代又是什么水平呢？在揭晓这些答案之前，我们先回到过去看一看他这一路是怎么走过来的。毒王出生在新泽西州的一个普通的中产阶级家庭，他在上高中4年级的时候还是一个普通的高中生，个子蛮高的，1.87米，是高中足球和网球队队员，同时也是辩论、西班牙语和数学社团的重要成员。你看，在这里就可以看出来，毒王的爱好很适合打牌，喜欢研究逻辑和数学。由于从2003年开始，美国多家电视台都转播德州扑克的比赛，掀起了玩德州扑克的浪潮。那时候人们一有空就聚在一起打扑克，就跟咱们过年一定要打麻将是一样的。毒王和他的朋友们也不例外，在这段时间里，他的朋友们发现他打牌非常有天赋，所以强力推荐他在网上打。而当时才17岁的毒王不够合法年龄在网上打牌，就一直有抵触。在朋友的坚持下，最终他还是在 Paradise Poker 的网站上存了50美元，据说这50块钱还是他爸给他的生日礼物。他在网上注册了一个账户名叫 Dir， 这个名字本身没什么意思，他自己解释说当年就是随便起一个名，就是想让那些输他钱的玩家感觉被一个名字这么弱智的对手打败就更容易上头。用这50块钱本钱，他就玩起了网上最小的大赛，一开始总是输了过半之后就换最小的现金局，最后不但没把这50块钱输光，反而开始盈利了。大约4个月之后，他的赌资增长到了15000美元。17岁的毒王用50块钱打出了这个成绩，对自己还是很满意的，一直梦想在泽西海滩租一栋房子跟朋友们一起生活。上了1年大学之后，他在无限局2块4块又赢了10万美金，就是盲注2块4块，一般网上局买入都是大盲注的100倍，2块4块的无限局买入就是400块钱，他赢了250倍的买入。其实这个等级的竞争已经很激烈了，网上玩家的特点就是大家攻击性特别强，不是压注就是加注大家很少过牌。当时网上扑克的职业玩家们总结出来的定律就是，保守来说，赌资有买入的30倍就可以挑战这个等级，也就是说有3万块钱的时候完全可以挑战5块10块的无限局。而毒王在24赢了那么多都没有升级，也说明他刚起步的时候对资金的保护是相当稳的，同时也证明他的基本功非常扎实。由于扑克吸引了毒王大部分注意力，再加上大学里的课程让他感觉很乏味，他在1年之后2004年从波士顿大学休学，转型成为职业牌手。后来他自己回忆说，他一路打职业过来没遇到什么太大的障碍，但是有几个明显的等级跨越出现在 Paradise Poker 的2块5块和 Poker Star 上的10块20块这些都是无限局，他也是需要好一段适应时间才能成为这2个等级的固定玩家。刚成为职业玩家的毒王成绩虽然不错，但也并没有达到鹤立鸡群的程度。在他之前，网上早就涌现出不少年轻的扑克明星，比如 Brian Townsend、Paula Freeman 等等，而毒王在头几年还在中端阶级中摸索着，只不过其他人都是昙花一现，网上扑克竞争太激烈，没有一个人能一直处于顶峰。到05年的时候，毒王已经是个中高端阶级的固定玩家了，赌资已经积累到几十万美金。那个在泽西海边租房子跟朋友们一起生活的愿望早就实现了。那一年19岁毒王参加了几个扑克大赛，其中一次很有趣，Paradise Poker 在05年第一次举办一种别味风情的大赛，决赛桌设立在现场哥斯达黎加的热带小岛上。毒王疏忽了这一点就参加了，却偏偏打入了最后决赛桌。有一说年纪不到21岁，还得让他爸替他玩。最终毒王的父亲拿到了第4名和96000美元的奖金。估计当年毒王教他爸爸的战术就是拿到77以上或者 AKA 圈直接推，拿其他牌一律盖吧。06到07年间，他进步神速，已然是一位各个网站最高现金局的老司机了。从无限局2550到50-100都能看到毒王跟顶尖高手的对决，
丢尔这个本来只是恶搞的名字，也成了大家敬畏的绰号。第一次看他赢10几万底池手牌这么高兴，肯定想不到自己后来100万量级的底池随便收。2007年，他满21岁，才刚可以合法进入赌场打牌，但他早就是网络扑克圈内的风云人物了。同年，Foothill的 Poker 网站推出了无限局500、1000块的现金局，一次可以买入20万美金，在当年简直就是天文数字。当时没有人想到网上扑克居然可以设这么大的局，很多网上围观者都不信这是真钱。在这个虚拟的牌桌上，赌王赢了好几手牌，底池都超过100万美金。在这个桌上，给大家捐款最多的人就是 Guy Liberty。Guy 是一名名副其实白手起家的亿万富豪，著名的 Cirque du Soleil 马戏团创始人，曾经是一名街头的小丑演员。在那一段时间 ，Guy 在他3个账号上总共合起来输了将近2000万美金。赌王正好搭上这一班车，赢了几百万。08年简直就是网上扑克的丰收年。在这一年里，赌王和其他几位像 Phil Ivey、Patrick Antonius、Phil Galfond 等大咖赢的是盆满钵满，这钱来的像大风刮了一样，一不小心就捞个几百万。其他职业玩家看着很眼红，可是毕竟没这本钱去玩500、1000的大局，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一块大肥肉被赌王和其他几个人瓜分。赌王本人在08年也赢了540多万美金，从此开始迎来了他最辉煌的时代。如果说07年开始，赌王只是受到了大量网上玩家的注意，那么08年下半年之后，赌王出现在各种巨额现金局的电视节目上，则使他成了扑克超级明星。先是出现在 Poker After Dark 第4季，之后是 High Stakes Poker 第5季、第6季，让观众们看到一名20岁出头的小伙用各种前卫的技术把所有对手吊打的场景，连终极老怪 Phil Ivey 都被他刷了几本经验。在这些节目里，赌王表现出的水准比同时代人超前至少10年。有史以来电视上播放的最大量手牌，当时都是他赢的。由于赌王当年实在是太火了，以至于他最常玩的网站 Foothill Poker 在09年主动跟他签约，成为这个网站的独家职业牌手。他以后打牌都代表这个网站。这个合同赌王每年的工资大约100万美金。好了，到这里早期的赌王达到了职业巅峰状态，我们也先告一段落。回到今天的正题，他哪里做的比别人好呢？我们先看一下他用的是什么样的战术。他打牌风格非常独特，入池率高达 40%， 翻牌前加注率 30%。这个数据作为职业选手，在当时网络高端局是非常罕见的。过去网上现金局买入都是大盲注的100倍，筹码不深的情况下，赌王的入池率竟然比其他顶级玩家还要高出 10% 左右，这是非常容易被网上高手轮流侵略的。入池率高会遇到很多模棱两可的局势，打不好很容易犯致命错误，但是好处就是对手很难猜出你手中的牌。如今有 GTO 理论，有电脑软件分析，再加上多年来人们总结的战术，教我们怎么打好这种松弛的范围。当年可没有人教他，全靠自己和几个圈内朋友琢磨。他需要高频率投机，把很多质量一般的牌打出价值来才行。我认为他的优势主要有2个。第一，赌王的手牌范围太广，令对手很难判断他的牌力。他进攻和防守的范围平衡得很到位。他打牌可以通过看似疯狂的打法，把本来打牌比较小心的人节奏给带乱。由于他总是攻击对手，导致对手也会进行反击。就这样，对手反而会被带入他更擅长的领域。说白了，就是他更擅长这类你猜我这次有没有牌这种阶层性心理战。他这种高风险高回报的打法，使他能获得其他玩家打不出来的价值。第二，给对手带来巨大的现金压力。赌王打牌的风格导致自己输赢上下波动极大，对手感觉任何一手牌随时可能成为生死一搏，手中筹码可能分分钟一手就没了。我们知道赌王并不是富人，但是作为职业玩家，他可以做到在赌桌上完全不把筹码当钱看，不会去想每次压注都是压一辆保时捷或是一栋房子。他的对手可不一定都有这种心理素质，他可以彻底的把赌桌上的现金当成单纯的数字。可能这种心理素质确实是要有点不正常才能有。跟 Ivy 这手牌连开3枪，这手牌其实没有什么高深的战术，就是翻牌前感觉大家牌力都一般，所以偷一下，然后 Ivy 跟住了，之后看到牌面对自己的范围有利，就连开了3枪。重点是他真是开了3枪，
很多玩家即使知道开3枪是正确的打法，但是真是扣不下这扳机啊！最后一枪26万多，多数人都会手软，怕万一对方真不信你怎么办？但是毒王就真相信自己的判断，他那个时候身价也没多高，但他就是有胆。虽然艾薇坏坏的一直盯着他10分钟，让他在等待中煎熬，到最后还是气到了那一对6。讲到这里，毒王当年的故事就先告一段落。其实当年的其他顶级玩家还有很多，例如 Patrick Antonius 和 Phil Galfond 等人都是现今游戏的顶级玩家，而且在线上赢的钱比毒王还多。只是毒王的打牌风格太适合欣赏了，观众就是爱看他不停挑战对手的极限，看他玩大底时的刺激感觉。还有一个重要一点，就是他当年证明了这个极端松弛的打法，在遇到世界上最顶尖的玩家也照样可以赢。在网上打了100万手牌之后，他的成绩依然优秀，证明了他绝不是一时的运气好。他的战术也把德州扑克的整体水平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被很多后人借鉴。那么如今到了2020年，毒王这个老江湖跟当代新一批顶级玩家比较又如何呢？其实毒王的故事并没有讲完，09年下半年之后又发生了一系列故事，我会在下期继续讲。